一个电池能够做多大呢？这是一枚纽扣电池，这是一枚5号电池，这是一枚锂电池，还有更大的吗？汽车里面的蓄电池，以及大的你可能都有点抬不动的电动车里面的电池了。还见过更大的吗？不一定了啊。要是我告诉你一个电池可以大的像一座山，你会不会很吃惊呢？实际上，纠正一下，不是大的像座山，而是那座山本身就是一颗电池。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你绝对想不到的一些电池，以及它们到底是拿来干什么的。对啊，把山变成电池用来干什么呢？这个我们就要从另外一个问题说起了，那就是发电站发出来的没有用完的电是被储存了起来，还是被浪费掉了呢？其实都不算啊，正确的答案是发多少用多少，因为在电网当中，发电与供电是同步进行的。这样科学吗？我们来看看啊。一方面，发电端很多时候都是在看天吃饭，除了烧煤炭的热电站可以比较容易的根据需求来选择烧还是不烧，少烧还是多烧以外，水电站的风水期和枯水期，太阳能电站的白天和黑夜，晴天还是雨天，风力电站的刮大风还是刮小风，全都由不得人去使唤。这就造成了有的时候发电量天然就会多一些，而有的时候则会少一些。但另一方面并不意味着你发电量多的时候用电量就跟着多起来而发电量少的时候恰恰也有可能碰上一个高温天，用电量一下子就飙上去了，怎么办呢？目前的电网只能靠预先规划和动态调节来对两端做出平衡，这就是电力调度在做的事情了。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工作量是相当可观的。但即便如此呢，随产随消还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那就是要么大量能够被用来生产电能的其他能源被白白浪费掉了，要么生产出来的大量多余的电能无处可去，只能被所谓的备用负荷，也就是专门用来打酱油的用电设备白白消耗掉了，多么可惜啊！为什么就不能把它们给储存起来，留到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呢？难道储存电站中多发出来的电就真那么难吗？没错，还真的不容易，主要是它们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比方说锂电池真的很好用，但要用它来储存电站里面发出来的电，先不说技术上有多麻烦，单说要用掉多少块吧，从经济上和环保上来讲都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那还有别的选择吗？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有的。比方说抽水蓄能电站，它就是将水电站的过程给反过来，用电将低处的水抽到高处，以重力势能的形式先储存在那儿，等到要用的时候呢，再让它重新流回低处，推动发电机，将重力势能再次变为电能。其实跟电池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哦，只不过我们通常理解中的电池是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储存起来而已，并且呢也没有那么大。大有错吗？难道用重力来储存电能就不能叫做电池吗？没有这个道理吗？要是继续沿着这条能量之间转化的思路往前走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类似的储能方案。光是用重力就有好几种，除此之外呢，还有靠压缩空气来储能的，靠飞轮来储能的等等。下面我们就分别来看看。先说用的最多的抽水蓄能，它最早于19世纪90年代就在意大利和瑞士得到了应用，迄今为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抽水蓄能电站是当前唯一能够大规模解决电力峰谷困难的一个途径，但为什么还是显得杯水车薪呢？因为尽管它有技术上成熟可靠，容量也可以做得很大等优点，可缺点也相当明显首先是建造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必须有合适的高低2个水库。另外呢，在抽水和发电2个过程中都有相当数量的能量被损耗，储存效率只有大约60%到70%左右，非常不划算。还有一个缺点也跟地理条件有关，它一般都远离负荷中心，不但有输电损耗，而且当系统出现重大事故而不能工作时，它也将失去作用。你只要想想，要是手机电池不长在手机上，而是连在电线上拖在其他地方，难受吗？当然用重力来储能可不止抽水蓄能电站一种还有更直接的。有一个想法是直接在地底下挖一条垂直的深坑，不过为了降低成本呢，通常是去找那些现成的被废弃了的矿井，然后挂上高达几千吨的负重锤到井底，需要储存电能的时候就用电机把它拉到地面上来，需要释放电能的时候呢，就让它往下落，把发电机给带动起来。显然坑挖得越深，挂的负重越重，这枚电池的容量也就越大。它的优势应该是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没有那么多，即便是在城市里面也能够办到，只不过现在还在技术验证的阶段。还有一种利用重力的方案叫做轨道电池，这个比较形象，说白了就是把一列能够沿着轨道爬上山坡的列车当成是一枚移动的电池，列车向上爬就是在充电，让它滑下来就是在放电，原理什么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不过我觉得这是最有趣的一个，有趣到它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游乐项目，游客买票上车为发电做出贡献，这才叫真正的用爱发电嘛。
好了，我们再说说别的类型啊。压缩空气储能就是利用多出来的电把空气压入地底深处的天然岩洞里面或者是山洞里面，等需要用电的时候呢，再将它们释放出来推动发电机发电。说白了就是把山洞当个天然的高压气瓶。原理上也很简单啊，成本似乎也不高，可能难度最大的也就是要找到这些合适的地方了，算是有点碰运气的成分吧。而且不光是运气会出来为难你，这个时候热力学第一定律也显得不那么友好的跑出来了，因为空气压缩的时候会放热，而空气减压的时候又会吸热。要是你在一开始压缩空气的时候没有把它释放出来的热给一并储存起来的话，那么在想要把它放出来重新变回到电的时候，就要额外找点办法帮它加热了。这在早期啊确实是个麻烦，人们找不到储存热量的好方法，只好任由它散掉，然后在释放的时候必须烧天然气来重新加热，以免冻坏发电机。这一来一去啊，能量损耗相当严重，这又成为限制压缩空气储能的一道坎儿。好在最近10几年呢，随着技术进步，热量能够被有效的保存和再利用了，这道坎儿也消失了，压缩空气储能看起来也就成为了一个极有希望的方向。下一个很有希望的方案是飞轮储能了，当然也可以叫做飞轮电池，它靠飞轮的加速和减速实现充电和放电。飞轮电池中有一个内置的电机，它既是电动机呢，也是发电机，在储存电能时，它作为电动机给飞轮加速，当需要电能时，它又作为发电机给外设供电。此时飞轮的转速不断下降，而当飞轮空闲运转时，整个装置则以最小的损耗运行。飞轮电池的优点是灵活性很高，飞轮机组可以制成单元型，根据需要组合成更大功率的装置，并安装在负荷附近，这样既可以根据需求逐步扩展，又可以避免输电损失。但它也不是没有缺点啊，因为为了减少充放电过程中的能量损耗，主要是摩擦力的损耗啊，电机和飞轮都必须使用磁轴承，并悬浮在真空容器当中，这样才能够撑起它高达90%以上的能量储存效率。付出的代价嘛，就是高昂的制造成本啦。所以飞轮储能这块呢，未来的主要方向除了继续研发能够提高能量密度的复合材料技术和超导磁悬浮技术以外呢，就是在降低成本方面着力了。好了，我们已经说了好几种主流的储能方案了，抽水储能、深坑拉铁、轨道电池、压缩空气，还有飞轮电池，你也知道了它们的优缺点。当然，除了这些呢，也还有别的，只不过相比起来呢，它们跟现实离得更远罢了。也许你会说啊，你看，今天我们只是依靠电力调度，不是已经把发电和用电协调得很好了吗？似乎也没有必要去发展这些巨无霸的电池呀。是的呀，这在以前，当我们更多依赖传统能源来发电的时候，问题还不大。但未来的趋势肯定是使用清洁的新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等等。如果没有与之匹配的储能技术，就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是无法有效利用它们的。所以看起来啊，一颗电池的大小还真的是有可能远超你的想象哦。我是火箭叔，关注我，一刻不停带你长知识。中国航天经过将近30年的努力，即将迎来空间站的时代。在我们国家的空间站上，当然也会应用到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技术，比如说电推进技术，它将作为空间站轨道的维持动力装置，这样一来就能够显著降低推进剂的消耗。那么到底什么是电推进呢？它跟传统的推进方式有什么区别呢？现在都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了？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说一说。根据牛顿第3定律啊，一个作用力必然会产生一个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火箭的推力正是这样产生的。传统情况下，其实也不算传统啊，毕竟迄今为止我们还都是这样让火箭飞起来的。我们通过在火箭发动机里面燃烧推进剂，形成向后喷出的高速射流来产生推力。尽管这样做已经快1个世纪了，但它却有一个非常难受的缺点，那就是别看火箭看起来挺大个的，其实每次只能送那么一点点的东西上天。为什么呢？因为想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束缚，火箭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极高的速度。你可以想象蹲在起跑线上的运动员，为了在鸣枪后的一瞬间让自己的速度比别人都快，他要做的肯定是用最短的时间将自己最大的力量蹬向地面啊。火箭没有腿，所以蹬不了，但它有个优势啊，那就是身上的肉是可以甩掉的。于是这就变成了一个看谁甩肉快的游戏。如果火箭能在越短的时间内甩掉越多的肉，当然所有是开玩笑啊，你们都知道这里指的是火箭里面装的推进剂了，它就能加速的越快啊。在这种情况下呢，要是一心只想赢的话，那最好就是浑身上下装的全都是可以烧掉的推进剂了嘛，甚至连自身都可以烧掉或者丢掉的。好了，现在你能够明白了吧？火箭哪怕只是装了一点点对我们而言真正有用的东西，都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啊！而且你也明白了为什么火箭非要把自己分成好几节，然后边飞边丢吧？
这一切都是为了在紧巴巴的情况下把东西送上太空。以上就是传统的推进方式，靠燃烧并丢掉化学推进剂来前进。那这样说起来，电推进就好理解了，肯定是靠使用电来把某样东西丢掉，然后获得反作用力来推动航天器前进的。一点没错，电推动正是这样工作的，背后的原理依然是连小朋友都知道的牛顿第三定律。这里要丢掉的东西就要小很多了，离子，也就是失去或者获得多余电子的原子。于是好处你大概也能猜到吧，就是哪怕你只背了一点点的燃料，也可以丢上很久很久，于是你就可以不断的加速加速再加速，用时间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多半听说过霍尔推进器，它就是电推进器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属于静电式推进系统。其他的还有电磁式和电热式，基本原理都差不多。既然霍尔推进器是热门选手，那我们就讲它了。简单说一下原理啊，在霍尔推进器的内部呢，有一对相互垂直的电场和磁场，用来产生霍尔效应。这也就是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的原因了。在它的外部呢，有一个持续稳定的放着电的电子源，它所产生出来的电子在霍尔效应的作用下呢，做起了绕圈圈的运动，形成了一个环形的电子束。当我们把推进剂，通常是多氢气体氙气送入到这个环形的电子束堆里面去之后呢，这些欢腾的电子就会跟推进剂发生猛烈的碰撞，从而使推进剂电离。最终在磁场的作用下，这些被电离了的氙离子加速向后喷出，形成了推力。这样的推力有多大呢？我们拿 NASA 最新推出的镶嵌了3个环的 X3 霍尔推进器来举例，这台打破了好几项历史最高纪录的推进器产生的推力能够达到 5.4 牛顿。哇哦，这个厉害了，大概能够举起110张80克的 A4 打印纸，可能比这本杂志还要轻一点吧。这么没劲，为什么大家都还要使劲去研究它，而且我们还要把它装在自己的空间站上面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拿龟兔赛跑来举例啊，兔子有爆发力但没有持久力，乌龟没有爆发力但能够坚持到天荒地老。传统推进器就是兔子一口气把航天器推出大气层，想要再来一口气，对不起，没了，加速到此结束。接下来的旅行呢，拜托给各位装着引力弹弓的行星了。所以传统的远距离宇宙旅行啊，基本上就是一次靠天吃饭的豪赌。而如果换上电推动，当然是要在传统火箭把航天器给推出大气层之后哦。不要问为什么，你觉得只能举起110张纸的发动机跟地球引力打一架，谁会赢呢？这可以用很少的推进剂来实现长时间的不断加速。在太空中，哪怕是一点点的加速都是可以不断累积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能够把航天器加速到一个不可思议的80万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从而让我们能够更快的到火星旅行一趟。好了，相信你肯定是听懂了，那我们就共同来期待我们自己的电推动发动机，不光是装在空间站和卫星上面，更是在不久的将来会装到我们自己的深空探测器上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如果我们能够有个上帝视角的话，就会看到沿着铁路线架设的接触网跟列车前进的方向并不是平行的，而是左右摇摆的之字形。这是为什么？高铁在运行时唯一的能量来源就是头顶上的那根接触网了。严格来说呢，它不是一根，而是2根，上面那根叫做成力锁，下面那根才叫做接触线。它们之间再通过很多根垂直的吊弦拉在一起。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因为这样可以将接触线更好的绷在一个较为平直的位置上，以便在列车上的受电弓快速刮过的时候保持稳定。好了，这就有一个问题了。2样东西接触在一起，不断摩擦，自然会带来损耗。受电弓与接触线是个垂直关系，所以看起来呢，要么是受电弓把接触线给削薄削断，要么就是接触线把受电弓给切成2半。但实际上这2者都没有发生，为什么？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一下其中的奥妙。当伤害不可避免时，我们就需要考虑如何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了。换在接触网和受电弓上，既然磨损不可避免，那么搞定哪个磨损会更容易一些呢？先看接触网正如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它不可能凭空就出现在空中。为了对抗地心引力，它需要一个复杂的力学支撑系统，所以也就让它自己成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机构。而且这个机构不仅复杂，规模还很庞大。一条接触线往往很长当我们需要在它身上查找具体受损位置时，面对的工作量可想而知。然后找到受损位置了，是将这整段接触线全部换掉呢，还是只剪下一小段打个补丁呢？前者成本太高了，因为现在的接触线大多是造价高昂的铜合金，而后者容易带来安全隐患。
当相对速度高达80米每秒，接触压力达到10公斤的两样东西快速划过时，哪怕是一点点的不平整，都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简直左右为难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受电弓那边呢？它的长度一般不会超过2米，所以出现任何故障都可以非常方便的去排查。另外它是装在车顶上的，即使需要维修更换，也不用去翻山越岭，只需要在维修车间里面就能搞定了，成本很低嘛。于是结论就出来了，我们让接触网足够强壮，而让受电弓呢却总是受伤。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将损害集中以方便处理的工程设计思路。所以跟既昂贵又结实的铜合金接触网比起来，受电弓用的就是又便宜又相对容易磨掉的碳板了。当然，这个碳板呢是指装在受电弓顶部跟接触网接触在一起的那个黑色的弧形平面了。它的更换周期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不等，跟接触网的几年、几十年比起来呢，确实是短了不少啊。那么当它被换下来时是什么状态呢？中间被磨出了一个凹槽吗？不是的。如果接触网只是对着受电弓一个地方得劲磨的话，估计列车是开不了几公里出去的。它其实会平均的磨掉碳板上的整个平面。怎么做到的？如果我们能有上帝视角的话，就会看到沿着铁路线架设的接触网跟列车前进的方向并不是平行的，而是左右摇摆的之字形。目的就是为了让接触网能够雨露均沾的碰到整个碳板，延长其使用寿命。没有上帝视角，对吧？那么这个视角呢，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每次坐飞机的时候，我都会想，要是机票没那么贵，要是飞机没那么吵，要是颠簸能少一点，该多好啊！看起来这个梦想就快要实现了，电动航班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在电力已经颠覆了火车，正在颠覆汽车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要颠覆飞机吗？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电动飞机的未来，以及它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尽管看起来人们对于电动飞机的热情是最近的事情，但其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新的爱好。最早尝试把电力用来载人飞行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的2名法国军官试着用电来推动一架飞艇，但他们立刻就遇到了一个问题：电池无法容纳足够多的能量为飞艇提供动力。这一经典的问题在这之后持续困扰了人们100多年。当镍镉电池发明之后呢，第一架装上电机的飞机才真正飞上天空，只不过也就飞了一次课间休息的时间而已。然后到了1980年代，锂离子电池发明了，它可以储存比以往更多的电量，所以带来的好处就是能够帮助像太阳脉动2号这样的飞机来一次环球飞行。只不过速度只能达到45到55公里每小时，跟我骑自行车差不多，似乎并不能解决你从广州飞到上海的实际需求啊。所以老问题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电池。如今即使是最好的电池呢，每公斤所能储存的能量也只有250瓦时，而航空燃油是多少呢？每公斤里面储存了12000瓦时，简直没有任何可比性。这就像是拿80年代的电脑跟今天的手机比较一样，即使它们大到根本不可能让你揣进口袋里面，也远没有一部比它小上轻上数百倍的手机跑得快。电池就是这么尴尬的。对于一架电动飞机而言，如果你想让它的动力更好，就需要给它换上一个更大的电池，而更大的电池意味着更大的重量。于是为了抵消那部分增加的重量，你又需要再加上更大的电池，这意味着重量再次增加，然后你还得再继续增加动力，于是又是重量增加到底要怎么搞啊？不是刚刚还说电动航班快了吗？的确一边是科学家正在发明能够储存更多能量的电池，另一边则是工程师们正在不遗余力的改进与创造新的方法，用最快的方式打造天上的电马儿。纯电动不行，那就来试试混动呗，这不在汽车上就有成熟的思路吗？美国的一家公司就从一架1973年的塞斯纳飞机上拆掉一台燃油引擎，然后换上一台电动引擎，把它变成了混合动力型的飞机，起名电鳗，并有望在2021年获得商业飞行的牌照。更进一步加拿大的2家公司，一家是专门生产电动机的，另外一家则是航空公司，共同将一架已经62岁的水上飞机改造成了纯电动，并在2019年底成功试飞，成为纯电动商业飞行的首例。同时也证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装上电机的飞机也能够带你飞。只不过咱先说好
中途得下来充个电哦。是的，就算是从南京飞到上海啊，它也是需要在无锡加个充电桩的。要是你觉得上面2款飞机还是太老太旧，不够酷炫的话，以色列的一家公司提供了全新的选择。跟前两者的旧物改造不同，它是全新设计的。爱丽丝是一架能够搭载9名乘客、续航1000公里的纯电动未来款小型飞机，预计2022年直飞首个商业航班。它看上去不仅养眼，而且还很养你的钱包。由于每小时的总飞行成本才1400块钱左右，只是普通涡轮螺旋桨飞机的20%还不到，所以对票价你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期待。当然，尽管既没有喷气式客机飞得快和飞得远，但这种短途的客机实际上是非常有市场的。目前，全世界每年都售出大约20亿张航程短于800公里的机票，而直飞他们的却是明明能够飞得更远的大型喷气式客机。要知道啊，他们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短途设计的。这些大型飞机最有效的利用就是让他们飞更长的时间。对于一个只有50分钟的飞行而言呢，他们刚刚爬到舒服的高度，还没有来得及歇口气，又要开始下降了，既烧掉了你本不该花出去的钱，也替你捐出了大量额外的碳排放。航空业对温室气体的贡献是惊人的，可以达到全球总排放的4%。听起来似乎不多，但它几乎跟整个南美洲一整年的排放量相当。而且预计到了2040年，如果没有改变的话，碳排放量还可能会直接翻倍。所以不论是从经济角度来讲，还是从环保角度来讲呢，800公里以内的航线都应该用电动航班来替代。至于在稍微远一点的未来啊，电动航空可能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不仅会颠覆传统航空的模样，甚至是整个出行方式都可能会改头换面。Uber 正在研发一款可以垂直起降的交通器，方便将你从家门口直接送到机场，然后在这儿换上由空客、波音、劳斯莱斯制造的纯电动客机，零排放的带你高飞，你期待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Elon Musk 曾经这样评价氢燃料电池：非常愚蠢，更像是一种营销策略，而不是新能源汽车的长期解决方案。他的评价有道理吗？氢燃料电池真的有这么不堪吗？他所使用的锂电池就一点毛病没有吗？好，咱们今天就来简单讨论一下，顺便再拉一种新的电池杀入战局。固态电池，一个一个来啊。先说今天用的最多的锂电池，本质上呢，它就是我们的手机、相机、笔记本电脑等等这些移动电子设备里面的电池的放大版本。只是放大的不单是体积，还有数量。跟使用单个单元的小电池相比，电动汽车里面的锂电池呢，是将数千个这样的小单元捆绑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容量更大的组合体。因此才能够驱动汽车这样的大家伙嘛。和传统的铅酸镍铬电池比起来，锂电池的能量密度要高很多，所以不仅能够储存下更多的电量，连使用寿命都要长得多于是就非常适合拿来作为新能源汽车的能量供应源了。到了今天，很多充满1次电的锂电池电动汽车呢，已经基本上能够跑过跟加满1箱油的燃油汽车差不多的里程了。这么看起来是美好的。但是它也有天然缺陷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性。锂电池的稳定性其实并不是可充电电池技术里面最高的，它怕高温，它怕过充，它怕过放，它还很怕碰撞。因此他们就需要更高的保护级别，不仅是物理上的盔甲保护，还包括系统上的电子保护啦。每个锂电池呢都需要有专门的保护电路，以确保它们能够在安全范围内去运行。这些呢就势必增加了整个系统的成本、复杂程度和重量嘛，成为锂电池的一大缺点。而因为这个大缺点，其他的一些小缺点也冒了出来了。比方说，这样的电池更难回收，它们的轮胎会因为重量的增加而更快的被磨损，开发周期也因为要考虑1/3车重的电池该如何平衡分布而拉得更长，等等等等。另外尽管锂电池已经拥有不错的生命周期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充放电的性能呢也会下降，而且这跟你用多用少还关系不大即使摆在那儿不用，它的性能也照样会往下掉的。当然最后一点就是所有人都绕不开的里程焦虑了。再怎么样，锂电池的容量还是有限的，还是跑得不够远的，还是需要比加油久得多的充电时间的。短途开开还行，要是跑长途嘛，就得要再认真考虑考虑了。那开长途就真的没有享受清洁能源的资格了吗？哪里不是还有氢燃料电池驱动的电动车吗？尽管马斯克说它非常愚蠢，但其实它有一些优势呢，是远超锂电池的。比方说能量密度，压缩氢气拥有高达4万瓦时每公斤的能量密度，而锂电池呢，对比起来，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可怜的278瓦时每公斤，仅仅只是前者的0.7%都不到。这意味着使用氢燃料电池的汽车可以在不增加更多重量
量的情况下带来更大的续航里程。再加上嘛，它是加氢而不是充电的，因此可以获得像是加油那样的时间优势，彻底的就没有里程焦虑了。哎，你看多好，既实现了100%的绿色环保，又没有一点的里程焦虑，它会不会才是新能源汽车真正的未来呢？哎呀，光看好处当然是这样啊，但是等我们绕到它的背面，就不仅要感叹一下，为什么马斯克如此不待见氢燃料电池了。有人会说，安全是它的头等问题，这个不假啊。氢气具有相对较低的燃点以及非常宽的空燃比，是一种自带危险的气体，尤其是考虑到这里用的还是它的压缩状态。但是啊，可能让你感到意外的是，跟汽柴油这类石油衍生燃料比起来呢，它却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轻啊，它大大的轻过了空气啊，所以就能够在发生火灾时呢，通过打开紧急泄压阀，快速的将它吹到空气当中。即便此时它被点燃了，也会像一个大火机一样对着天空去燃烧，并不会伤到周围的人和车的。实际上，丰田甚至还用子弹射过他们的氢气罐呢，结果跟电影里面子弹打进油箱的效果彻底不同，没有爆炸，没有燃烧，仅仅只是让比空气更轻的气体通过弹孔逃逸到了空气当中而已。所以这么看起来，安全性并不是氢燃料电池的一个大问题。那什么才是呢？是成本，是效率，是它到底绿不绿色了。先说成本啊，虽然氢是这个宇宙当中储量最为丰富的元素，但是啊，它基本上是不会单独存在的，而是跟水、碳氢化合物，比如甲烷，还有其他的一些有机物结合在一起。因此，要把它作为燃料呢，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将它从这些化合物当中提取出来了。可惜的是啊，这些过程要么根本就谈不上绿色，要么花费高昂，要么就效率低下。目前大部分的氢气呢，都是通过一种叫做蒸汽重整的过程来制造的。它通过将高温水蒸气同天然气结合，来将其中的氢气提取出来。这种方法一是排放了大量的废气，所以并不环保；二是浪费了大量的热量，所以非常低效。如果把它作为燃料用到氢燃料电池当中，那还不如直接在汽车里面烧天然气好了。绿色和效率两头都没有占到，干嘛还多此一举呢？那就试试第二种方法。电解水产生氢气如何？这次咱们用来自绿色能源的电，比如太阳能、风能等等，环保就没问题了吧？可是它也照样效率低啊。大约有30%的能量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呢就损失掉了，因此拉高了成本。再加上大规模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加气站、建设输气管或者建设分布式的氢气生产车间，都是要花很多钱的。平摊下来，现在的结果就是它每开1公里呢，就要比锂电池汽车多花8到10倍的钱，基本上就谈不上什么经济性了啊。最后还有效率的比较啊。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在用电来生产氢的过程当中，大约有30%的损耗了。其实总的损耗远不止如此啊。压缩氢气时的损耗、储存和运输时的损耗、电池内部的转化损耗、直流交流的切换损耗等等，这些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氢燃料电池最后也只能输出其原先1/2还不到的效率，可比锂电池要低得多啊。所以它前面的路还长着呢 ，Elon Musk 可以继续正确一阵子了。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一项新的电池技术很可能要来砸他们的饭碗了——固态电池。其实也算不上新啊，因为固态电池早就在一些小型的电子设备上使用了，只是以前呢它们不好充电而已。把固态电池用在新能源汽车上有什么好处呢？第一，由于它使用的电解质换成了固体，所以体积上大为缩小，只有锂电池的1半左右。在同样的空间里面呢，咱可以装进去2倍的电池，从而带来了翻倍的续航里程，很大程度上就解决，至少是大大缓解了里程焦虑的问题嘛。其次，由于没有液体，它很安全啊，即使被破坏也不容易引发危险，于是保护措施呢就能够大大简化，带来实质性的减肥瘦身了。成本下降，重量下降，既可以让电动车轻装上阵，也可以在原本的基础上装上更多的电池，带来不可思议的大续航嘛。总之，灵活性就大大增加了。最后，其充电效率更高，因此充得更快；其使用寿命更长，因此能够覆盖汽车的整个生命周期等等等等。是不是新能源车的梦想伙伴呢？当然是的啊，只不过它离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呢还是有距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还在寻找更好的固态电解质材料，而在这之后呢，生产商还要想尽一切办法来降低它的成本，才能最终被市场接受嘛。不过，电动汽车的未来呢是越来越光明了。地球上能够放电的动物不在少数，它们发出的电压从微弱的几百毫伏到上百伏，而在动物界众多的雷神里面，最为著名的还要数电鳗了。
电鳗输出的电压高达800伏，江湖人称水中高压线。电鳗主要分布在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的热带以及温带水域，喜欢生活在流速缓慢的河水当中。电鳗每隔几分钟呢就要浮出水面来透透气，因此经常会和鳄鱼来一次美妙的相遇。哎呀，从来没有吃过亏的鳄鱼一看到电鳗立刻就来了精神了。这滑溜溜、肉嘟嘟的大胖鱼看起来简直很美味嘛。但鳄鱼终究还是太年轻了啊！受到攻击的电鳗呢，瞬间就放电，鳄鱼被电得不停地颤抖，灰溜溜的就落荒而逃了。终于认清了谁才是真正的大哥嘛！电鳗虽然名为鳗，但并不属于鳗，它是刀鱼的一种，在生物分类上和鲶鱼更为接近。电鳗行动迟缓，体长可以达到2.5米，体重可以达到20公斤，体表光滑无鳞，没有背鳍和尾鳍，只有身体下缘的一条长长的臀鳍。电鳗就是依靠臀鳍的波动来游动前行的。电鳗放电时的平均电压为350伏，但也有电力惊人的，比如每艘电鳗的最大电压就能够达到800多伏。电鳗放电时产生的电流是极其微弱的，一般只有1-2安，释放几百伏的电压，可瞬间达到功率1000瓦的短时放电效率。这么强的电压，足以电晕一头牛了。其貌不扬的电鳗怎么会拥有如此强大的特异功能呢？电鳗从头到尾遍布带电细胞多达6000多个啊！电细胞内含有正负离子，能够产生电位差，从而产生电流嘛。每个细胞都像是一个0.15伏的小型电池，危险来临时呢，带电细胞被神经信号触发，离子流通过细胞膜产生电流，带电细胞串联起来产生电压，许多这样的电子组呢又并联起来，就像叠在一起的叠层电池啊，在体外产生大量的电压。这股高压电足以击晕天敌了，曾经就有人被电鳗击晕，跌入水中被淹死了的案例。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么强的电压，为什么不会把电鳗它自己给电晕呢？原来这和电鳗的身体构造以及生活环境是息息相关的。电鳗的放电器官呢是位于身体的两侧的，大部分重要的器官都被一层绝缘性很高的皮下脂肪组织给包裹着，对器官进行了极强的保护嘛。而且电鳗生活在水当中，我们都知道电流会经由电阻最小的通路经过。电鳗放电时呢，水比电鳗的电阻要小，所以电鳗在水中放电时，电流就会通过水进行传递了，并不会电到自己。电鳗这种非凡的本领就引起了科学家极大的兴趣啊。19世纪初呢，意大利物理学家福特以电鳗的发电器官为模型，从各种材料的薄片上剪下像硬币一样的圆盘，以不同的顺序将它们堆叠起来，寻找能够发电的组合。终于当他尝试将铜片与芯片配对时，碰巧就产生了电力，世界上最早的福特电池便诞生了。这种电池是根据电鳗的天然发电器官设计的，因此也被称之为人造电器官。2017年，弗里堡大学、加州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的研究小组从电鳗的发电器官中获得启发，运用生物3D 打印技术制作出由多种水凝胶构成的生物电池。这种电池可以放出100多伏的电压，其柔软易弯曲和生物相容的特性是一种极佳的医疗器械，可以为心脏起搏器、假肢器官等植入式仪器提供电力了。设计灵感来自于电鳗的研究发明呢，还有很多比如我国自主研发的可伸缩纳米级仿生发电机，还有气凝胶离子马达等等。对于电鳗来说，发电可不是对付敌人的唯一功能它还有导航和对食物远程操控的能力电鳗尾部发出的电流流向头部的感受器，能在身体周围呢形成一个弱电场，从而做出捕食或者是避让的行为。电鳗还可以利用电流对猎物进行远程操控，诱导猎物的肌肉进行不自主的收缩，从而使其瘫痪暴露位置。电鳗在水中这么厉害，那如果你把它抓到空中呢？这个想法很大胆但是你想的也没错，如果把电鳗抓到空气当中，它就没有这么神奇了。空气的电阻比电鳗自身的电阻要大，这个时候如果它放电，就会电到自己了。还有一种情况下，电鳗也会伤到自己那就是电鳗身体两侧的绝缘体组织被破损掉了，重要的器官就像失去了保护的裸露电线一样，电鳗这个大电池就会出现漏电短路了。所以这个水中高压线其实对环境的要求还是很高的，离开水，电鳗就会变成一只漏电的皮卡丘了。
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到底有何区别？一句话总结就是它们的整流回路不同。有刷电机是机械式整流回路，而无刷电机是电子式整流回路。怎么理解这句话，以及这句话背后给无刷和有刷电机带来的改变是什么呢？咱们今天就来简单了解一下。电机的底层工作原理是利用电流产生的磁力来吸引或者是排斥磁铁，从而推动电机内部的部件如转子的转动，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运动。所以不管是无刷还是有刷，其主要的结构一定是由定子和转子组成的。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理解定子负责定住，转子负责转动。但转子凭什么转呢？因为有磁力的吸引或者是排斥嘛。这就引出了电机里面很有趣的一样东西。由于转子一直都是在旋转的，所以拉动或者推动它的磁力方向也一直都在改变。原本靠一极相吸拉过来的转子，马上就得变成用同极相斥来给它推走啊！怎么才能够快速改变磁铁的磁极呢？用磁铁咱是改不了，但电磁铁太容易了啊！只要切换线圈当中的电流方向就好了。于是有刷电机当中的电刷和整流子，或者叫做换向器，就应运而生了。有刷电机的定子通常是由永磁铁组成，转子则由线圈绕之而成。当电流通过转子线圈时，产生的电磁力推动转子转动，电流通过电刷和换向器进入线圈，电刷与换向器的接触点随着转子转动不断切换，改变线圈当中的电流的方向，从而维持转子的持续旋转。电刷是导电的石墨或金属，换向器是装在转子上的圆柱体，二者通过物理接触改变电流方向。这个物理接触很关键啊，因为它为有刷电机带来了以下这些缺点：第一，磨损，电刷和换向器会随着时间磨损，需要定期维护或者更换。第二，效率较低，因为电刷和换向器的摩擦能量损失较大嘛。第三，电磁干扰，电刷的摩擦会产生火花，可能会产生电磁干扰。第四，噪音，电刷与换向器的接触会产生噪音，但是与之相对的，它也具备了控制成本和维护方面的优势。它控制简单，无需复杂的控制器就能够轻松实现转速和转矩的控制。它结构简单，制造成本较低，它易于拆解维修。电刷和换向器磨损之后呢，也能够轻松的更换。好，那无刷电机是怎么做到无刷还能够切换电流方向的呢？原来它靠的是电子换向器。跟有刷电机不同啊，无刷电机的永磁体是装在转子上面的，定子上面才是绕着线圈的。它们通常是由6个线圈两分组，成为 A、B、C 3组线圈的。当定子线圈按一定顺序通电时，产生的旋转磁场驱动的转子旋转，电子换向器不断改变线圈当中的电流方向，确保转子的持续旋转。所以说啊，无刷电机当中的电子换向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件，它呢其实是一种磁场感应器，通常是由霍尔传感器和霍尔 IC 组成的。霍尔传感器利用霍尔效应，即当电流通过导体或半导体并置于垂直于电流方向的磁场当中时，在电流方向和磁场方向之间会产生一个横向的电场的现象，来测量磁场的强度方向或者变化，于是便能捕捉到适当转换电流方向的时机。而霍尔 IC 则可以将霍尔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放大，两者共同组成一体化的磁场感应器，帮助无刷电机持续稳定高速的运转。由于没有了需要物理接触的电刷，无刷电机因此就具备了以下优点：寿命长、效率高、重量轻、噪音低、性能高、更高的转速、更精准的控制以及更好的响应速度。但是缺点也随之而来啊！由于需要复杂的控制器，所以制造成本高；由于需要专业的驱动器和控制算法，于是系统复杂性变高了。由于系统更复杂了，所以如果损坏，维修就更为困难，往往需要专业设备的介入。所以是怎么说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嘛，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好的选择。有刷和无刷电机在合适的地方都能够发挥出其应有的性能。比方说 RC， 有的 RC 里面装的是有刷，有的 RC 里面装的是无刷。不管是有刷还是无刷，一定都是厂家在权衡之后做出的最佳方案，所以性能表现都是很惊艳啊。而且你发现没有啊，像我这边很多入门级的 RC 里面呢，装的基本上都是有刷电机，他们不是厂家为了省成本啊，而是为了对新手更友好。对新手而言，有刷电机的遥控车更简单，价格更低，所以学习成本就更低。新手可以用较少的投资来学习遥控车的基本操作和维护。同时啊，有刷电机结构简单，新手容易理解其工作原理，这样在日常的使用当中就能够进行简单的维护了，比如更换电刷，新的技能轻松 get。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控制难度小。由于有刷电机的控制更为简单啊，初学者更容易掌握操控的技巧，不需要过多去关注复杂的设置或者调教，可以避免大量的
翻车和撞车事故，不容易让你的 RC 一个筋斗云直接翻到7天去了。欢迎来到火箭叔叔的科学课堂。每一天我们之所以可以快乐的学习还有生活呢，是离不开一样东西的。我们加热早餐需要它，我们发动汽车需要它，我们点亮教室呢也需要它，甚至我们自己呢也在无时不刻的消耗它。那么大家猜出来了，它究竟是什么吗？它就是能量。它的作用呢，既简单又重要，因为它可以让一切事物运转起来。那么，能量又是从何而来呢？尽管我们吃的食物和汽车吃的汽油并不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呢，它们最终都转化为了能量，让我们和汽车动起来。所以说，能量呢，它是由物质转变而来的。毫无疑问，这些我们可以用来转变成能量的物质呢，就叫做能源了。要是说起能源的话，我相信你一定知道石油、天然气还有煤炭了，因为呢，它们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能源。不过很遗憾的是，它们呢都是不可再生能源，因为它们需要数万年的时间才可以产生，所以说我们总有一天会把它们用得干干净净的。那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答案就是我们要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比如说我们头顶上的这颗太阳了，它对我们而言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了。我们可以直接利用它的热能，或者说呢，使用太阳能电池把太阳能变化为电能。科学家们呢也正在不断改进太阳能电池，让它更有效率，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电能。而且太阳能对于我们人类去探索太空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一旦我们走出这个地球之后呢，太阳能几乎成了宇宙飞船还有卫星的唯一能量来源了。这就是为什么卫星的身上呢，总是挂着这样大大的翅膀，因为这是它们的太阳能帆，同时也是我们人类梦想的翅膀啊。今天的制作时间呢，火箭叔叔将要带领大家完成一艘非常酷的太阳能帆船。它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一枚利用太阳能来前进的卫星了。我们今天的制作呢，将要用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材料，比如说我们要用 3D 打印的零件，当然大家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材料发挥自己的创意来代替。我们还要用到一根鳄鱼夹，我们要用到2根这样一个杜邦线，然后还有一个红色的 LED 小灯泡，一根冰棍棒，海绵胶，这叫做导电胶带，然后呢还要用到铝箔纸、剪刀、透明胶，当然少不了的还有我们的2块太阳能电池板。好，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制作了。我们首先要做的呢，是把我们的发射喷口给制作出来。我们将要利用这样一个 LED 灯泡呢，模拟卫星的推进装置，就像这样插到上。好，第一步呢，我们是先把它插进去，插进去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它比较松，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先把它的这2个角呢，把它分开一下，然后把它插进去的同时呢，插成这样，插成这样之后呢，我们用一点点透明胶带把它给粘在上面。好，一定要尽量粘紧一些。粘紧之后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 LED 灯泡的针脚呢，给它掰起来，敲起来，让它好，就像这样，敲成这样，敲成这样。敲成这样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杜邦线头呢插进去，好，插进去，插紧一点，嘿，插进去了，好，就像这样一样。然后我们先把它放在旁边，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准备一下我们的卫星的这个主要的主体部分。把这根冰棍棒呢插进去，好，插
插进去，一左一右，尽可能的让它左右两边呢是一样长的。然后把我们这个小卫星的推进装置呢插进去，好，就像这样一样，对，让这个两边的接触装置呢一定要是伸出来，一左一右伸出来。伸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个小盖子给装上了。装上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它的头，两个头一定要从这儿穿过来，然后呢，这个线呢一定是好了。现在我们就把它小卫星给组装好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它会被里面的线给顶出来，所以说我们需要用透明胶把它粘一粘，让它不至于被里面的线给顶出来。好，粘好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凸出来的这个接触装置呢，两边掰成这样啊，大家看到没有？我们这样两个凸出来的这接触装置，它一定是要跟我们这根冰棍棒呢是平行的，这样最后的效果也会更好。好，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动用我们的太阳能电池板了。太阳能电池板呢，我们是有2块，所以说呢，我们一左一右站在卫星的左右两边。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一定是要这样来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正极加是正极，减是负极，我们一定要让它成这样排列，就是减加减加，加和减呢是排在一起的，千万不要排成这样，一定要排成这样。然后我们只需要把它粘在这上面就行了。这再次确认一下。OK， 没问题。然后我们就要用泡沫胶来做这个工作了。泡沫胶呢会非常的黏，所以拿的时候呢要小心一点。左右两边沾上泡沫胶，把泡沫胶切掉，把我们的太阳能电池板粘上去，嘿，摁紧，嘿，摁紧。好，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卫星是不是很像了？对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卫星的推进装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灯泡呢并没有亮起来，为什么呢？是因为虽然说我们已经装上了太阳能帆，但是却没有把电路给它闭合起来。现在我们就要把电路进行闭合，然后我们来试一下，能不能让我们的这个推进装置开始工作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到导电胶带了。导电胶带呢，我们要剪2条，差不多一样长的。然后看我们一条呢，撕开。这个导电胶带呢，它是自己带背胶的，所以说很好。撕开，然后记住啊，大家，我们一定要把它粘在这个凸起的接触点上面。好，粘好之后呢，然后把它翻过来，再粘到我们这个太阳能电池板的正极的这个小触点上面，一定要粘牢一些。这个时候，导电胶带就可以帮我们让这个触点和这个触点之间呢连通了，就可以让电流在里面流动了。那同样的，我们另外一个触点也要跟另外一个太阳能电池板的一个极连接起来。好，现在呢就已经粘好了。为什么我们的推进器还是不工作呢？原因是我们还没有把这2块太阳能电池板给串联起来，这就是鳄鱼夹的作用了。我们来一个夹负极的接触点，一个夹
正直的接触点。然后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工作，完美的工作起来了，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推进器上面的这个红点呢，已经亮了起来，非常的明亮，表明呢它已经可以推进我们的卫星往前飞行了。好，为了避免它掉出来呢，我们同样也是要用一点点透明胶来给它加固一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制作呢是非常顺利的。如果大家发现，我们做完这一步之后灯还是不亮，该怎么办呢？就说明正负极是跟我们的这个 LED 灯泡呢插反了。这个时候只需要把这个我们的小推进器呢拿出来，然后重新把针脚换一换，我们的灯应该会亮的。好，这个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最后呢，我们要模拟一下，我们的卫星呢往地球发射信号的天线了，我们就要用到它和我们的铝箔纸。好，铝箔纸呢，我们只需要一点点就可以了，这么多应该是可以了，够了。好，裁出来一些铝箔纸，然后呢，我们先剪一小块，好，剪这么大一块，然后呢，先把它搓成小球球，搓成小球球。搓成小球球的目的呢，是为了我们把它放在这中间，我们的天线罩的中间，把它粘在中间。那怎么粘呢？同样也是可以用一点点海绵胶带在中间，很好。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就只需要把我们的铝箔纸呢再剪一块下来，把它包裹住我们的卫星天线就可以了。好，就像这样一样。然后最后呢，我们再把它粘在这上面就行了，也是用海绵胶粘起来。但是我们这儿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铝箔纸跟我们的导电胶带碰在一起了，因为它们这样的话就会让电流呢通过它们之间的运输，让我们的这样一个卫星天线呢短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让它碰到我们的这个铝箔纸了。检查一下有没有碰到铝箔纸。好，没有。再来看看，正常的发光，非常好。于是呢，我们今天的制作就已经完成了，非常酷的一个小小的太阳能帆船卫星。